先问一个问题：美光科技仅用7天暴涨26%，英伟达回踩180美元 ，Meta 裁员风波跳空下跌，纳指冰火两重天。这3只科技巨头谁更适合抄底？谁应该出场避一避？如果你也纠结过这些问题，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Harry， 今天的视频非常有料，短短10分钟让你洞察本周美股局势，轻松交易。首先是大盘展望，本周是3月最重要的一周 ，FOMC 大会开启，纳指接下来怎么走？我们会通过技术形态来做判断。第二部分 ，Harry 会针对美光、英伟达、Meta、博通、特斯拉、AMD 几个超级大股的涨跌做预判，同时呢，会有2个常见的操作知识点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是333和532止盈法的区别，2分钟教你成为会卖的师傅。另外呢，教大家一个下跌形态组合，黄昏之星加上 MACD 缠绕向下，让你一眼识别下跌趋势，用信号锁定胜率。咱们的频道绝不藏私，主打一个分享交流，一起避坑，一起赚钱致富。如果你也是美股的投资者，想要学会用技术分析来看懂市场，管住自己的手，那就来对地方了。点个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不会错过每天的行情分析。点个小爱心，美股赢不停，咱们直接开始。昨天呢，3月16号，美股纳指走出震荡上涨行情，收在22374.18，单日涨幅1.22%，最低点22316.63，离2个钱袋子的最低位22048还有270点不到的位置。如果跌破，我们继续看空。在黄色带向下区域当中，发现多次打到中轨下落，所以中轨22683左右的位置视为压力位。刺穿看回落。总结一下，我们的策略是在22048到22683之间看小幅震荡行情，个股呢可以配合这个节奏来做。从消息面来看，本周举行 FOMC 大会，美联储大概率会维持当前的利率不变。不过这不是市场对本次会议的关注重点，重点是看点阵图和鲍威尔的讲话，这个关系到全球股市的走向。在答案揭晓之前呢，管理好自己的仓位，因为消息面谁都不敢100%预判，做好应对措施就好了。一旦市场下跌，我们有补仓的子弹；万一市场上涨，我们也不用可惜，因为震荡局势还在延续。只要不贪，你赚钱的机会绝对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所以接下来呢 ，Harry 就会总结一下之前视频当中提到过的短线策略。之前我们对3只股票做出了多次点位预测，美光、英伟达、Meta。美光当时的预测支撑位在370，压力位在440，预期涨幅19%，这个涨幅已经非常高了。Harry 呢也严格按照这个策略，在440出掉了一部分。实际上，短短7天时间，美光从最低357涨到455，暴拉了26%。你想想看7天比别人1年的收益还要多。就算在 Harry 预测的370进440出，19%也比纳指10年的平均收益率16.7%高出将近3个点。而且呢，只用了7天，你的资金使用成本非常低。这就说明了策略严格执行的重要性。另外，英伟达预测的支撑位在175的位置，预期的压力位194，这是一个箱体位置。这一部分的持仓呢，我是没有动的，因为还没有到，时间多久这个我不好说。但这个箱体运行的时间已经有4个月了，其中呢，我们还给到了一个关键位185，185以上绝对不能够再进。可以看到，最近的2天时间，英伟达最低达到了180。最近1天又收回了183的位置。另外呢 ，GTC 大会正在进行当中，接下来怎么走，我们一会儿详细说。Meta 呢，之前也说过633是一个支撑位，但是裁员风波一出，直接跌破了633，最低触碰到了610。这种消息面呢是无法预判的，但 Harry 前期也说过，600和580是2个很强的支撑位，大概率是跌不到的。如果你在633到600之间任何点位补仓 ，Harry 认为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不用割肉，因为这个是相对风险较低的区域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。最近的1天呢 ，Meta 又回到了627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。我们先看美光，明显看到美光这里有一个 W 形态出现，这个形态呢往往意味着底部形态，也就是说这里面颈线位置一旦突破，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上涨的行情。对应了之前 Harry 说的，作为存储芯片的龙头老大，美光仍然处在一个超级周期当中。但是呢，大盘的影响是相对的，在这个震荡环境当中呢，
赌好是有风险的。美光目前呢依然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，任何股票不可能一直上涨。而且呢，从山海趋势图看，这里面出现了2根黄色预警压力 K 线，也就是信号告诉我们这2个地方承压。这里的建议当然是止盈为好，锁定利润，落袋为安。有的股友会说，万一出来之后股票继续上涨，不是踏空了吗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教大家2种懒人止盈办法：333分批止盈法和532时间止盈法。尤其是在波动行情当中不会止盈等于白赚。这2个方法教给你，再也不用坐过山车一样的把这个利润牢牢的拽在手里。第一个333分批止盈法适合所有的趋势股票通用，核心就是把你的持仓平均分成3份，按照这个盈利比例分批卖，一点都不复杂。第一个止盈位盈利10%到15%之间，减仓1/3，先落袋一部分利润，这部分是安全垫，哪怕后面回调你也不会亏。第2个止盈位盈利20%到25%之间，再减仓1/3，这个时候把大部分的利润拿到手里，心里就不慌了。第3个止盈位呢是盈利30%以上，或者股价碰到强压力位，直接清仓或者留一点点的底仓，不要贪。比如英伟达短期触碰到194的箱体上沿位置，就要考虑清仓或者留一点点底仓了。第2个532时间止盈法专门针对现在的行情，比如说 FOMC 会议开启前后，美联储议息，重要经济数据公布前后，行情呢容易大起大落。这个方法就是教你避坑的，核心就是按时间节点止盈，不用看盈利的比例，就看消息面。第一步，重要数据，议息会议开始前直接止盈50%，先把一半的利润落袋，不管后面涨还是跌，你都有主动权。第2步，等会议数据落地之后，再来看股价的走势，剩下的仓位呢，要么拿着继续做，要么分批卖。比如股价继续上涨到压力位，再卖出30%，彻底的避免消息前后的剧烈波动，把这个利润回吐的风险降到最低。现在呢，美联储议息就在眼前，这个方法一定要用起来，不要等到行情回调之后才后悔没有止盈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看压力位，也可以添加评论区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，主动让他帮你安装山海趋势图软件，方便你在这个剧烈的市场环境当中快速判断压力位和支撑位。第2个，我们来看英伟达。刚刚说过，英伟达一直在箱体内震荡其实每个股票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，跟人一样的。当我们摸清楚之后，它如果没有跌穿175这个位置，或者没有上涨到194然后突破，大概率还是维持箱体位置震荡，我们就不用慌了，因为逢低做多，逢高止盈就好，这个就是一个懒人策略。之前呢，有的股友在185的位置就问，最近有没有好的上车位补仓？其实呢，这个位置就有一个明显的下跌信号。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就是咱们做美股的避雷组合，黄昏之星加上 MACD 的缠绕向下，见信号就跑。当然想上车呢，也可以用同一个逻辑，先等到下跌之后，再找到低点的上车位，千万不要在还没跌就急匆匆的硬上车，这个叫做追涨。先看什么叫做黄昏之星，由3根 K 线组成，第一根强势的大阳线，第2根十字星或者是小阴小阳的星线，第3根是大阴线，而且呢要深入到第1根大阳线的实体内部，最好吃掉一半以上。显然这个位置的组合是满足的。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到 MACD 此时双线在水下缠绕，重点是在死叉的过程中缠绕，没有形成金叉的迹象。两者结合说明短期的趋势很弱，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够随意的加仓进场，后续可能还有下跌。果然第2天就跌出了一根实实在在的阴线，收盘价远低于前面3根 K 线的最低价。整体来看呢，英伟达仍处在震荡的行情当中，如果想要补仓，千万不要在185以上追加，一定要低于180，最好是175左右的位置补仓。但要说明这个策略只适合短期的箱体震荡周期，一定要严格执行，按照技术形态做好高抛低吸。说到技术形态，在这里呢，也要为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福利。新订阅的朋友可以获得什么呢？除了实时能够听到 Harry 的频道解析，还可以获得刚刚说的山海趋势图7天的使用权限。
除此之外呢，还有2层好礼。因为 Harry 的视频一直都以技术知识为主要的预测依据，我相信订阅 Harry 频道的粉丝朋友是认可技术分析理论的。那 Harry 的团队呢，有很多内部的课程可以提供给大家去体验、去学习。如果你确实有时间去学习，可以关注好第2、第3重福利，分别是技术分析的美股课程，每天呢对美股技术做内部的分享，还有第3重福利内部期权课程。Harry 团队呢有专门负责分享期权知识的一位很资深的张老师，张老师有专门的美股期权系列课程，而且最近的3个月美股震荡局势当中，张老师还手把手的进行实盘教学。这个教学账户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20%的收益，这就是市场在下跌时通过期权去对冲风险实现盈利的方法。这样呢，你就比别人拥有更多赚钱机会，总体的收益就会比别人高很多。当然在此之前呢，一定要以专业为原则，先学再做，赚认知内的钱。所以大家订阅 Harry 的频道之后，记得找助理老师去领取这些学习的机会。好了，回到个股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Meta。其实 Meta 有一个类似的黄昏之星加上 MACD 缠绕下行的组合，只是很有意思的点是，它这个黄昏之星有点变异。大家看这个地方呢一根大阳线，但是这里变成了2根十字星，最后呢收一根阴线，阴线也在这根阳线内部一半的地方。而且呢，大家可以看到 MACD 也是死叉缠绕向下。果然随后一天这个跌势很明显。如果我们洞察到这个信号，至少不会在这个地方入场，避开一次下跌。那 Meta 相对美光和英伟达有一点点慢牛的走势，虽然呢近期有一次下跌，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策略。股价站稳了633支撑，看667的压力。如果没有站稳往下我们就看到610和600区间，这个地方加仓长期看没问题，稳健型仓位可以拿着，到压力667的位置落袋一部分。相对来说呢 Meta 的估值已经是7巨头当中最低的，而且呢裁员风波是短期内的小利空，长期来说是一个利好，因为成本得以控制，利润就会更加的稳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博通。博通目前来看出现了好的信号，转成了紫色的上涨趋势。博通呢一直都是科技股里面的稳健型选手，因为它的 AI 营收高确定性，而且它有高股息兜底，它的波动远小于英伟达或者是美光这样的股票，适合稳健型仓位持有。目前呢也在我们之前画的箱体内震荡311到355，看起来呢大家不用慌，博通是稳的，它不是不涨，它适合中长期持有。最近呢一直下跌因为财报之后涨了很多。那什么地方可能会止跌呢？我大胆的预测一下，可能在319左右的位置，也就是山海趋势图出现蓝 K 的位置。大家可以关注 Harry 的频道，一旦出现蓝 K 或者钱袋子的信号，可以考虑加仓。但再次的划重点博通适合耐得住寂寞的中长期选手持有，买了不能太着急，稳健持有才能吃到肉。再来看特斯拉。特斯拉呢近期也有消息，3月15号马斯克官宣 AI 芯片工厂7天后启动，但貌似这个市场反应不大。整体来看还是处在长长的下跌的黄色通道当中。那我们既然要做趋势交易，就要在385到400的位置看小反弹，但一定没有到反转的位置如果你管不住手，轻轻的参与一下。好消息是长期走势看好，从月 K 和龙门线的趋势来看，继续向上。只要保持耐心目前来看短期跌跌不休，但要相信机会是跌出来的。喜欢特斯拉的朋友呢，不妨耐心的等待一下，看看385的位置能不能立住，然后等紫色飘带出现。最后呢，我们看 AMD， 短期内在一个黄色飘带当中，支撑位在194附近，近期有一点点难做，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波段的幅度越来越小，做波段难度挺大的。感觉这个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，这一点点幅度的肉还不如把仓位留着。而且从月线来看呢，本月有避险小人出现，也就是说往下穿插紫色带的概率更高。而且呢 AMD 波动弹性很大，很有可能穿过紫色带再上下大弹跳。当然好的点是 AI 算力现在是高景气度，预计呢这个 AMD 2026年底向微软、亚马逊批量供货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而且它的弹性最大，适合短期的激进型仓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到买入信号出现再买入即可。我们先看194的位置，如果立不住就要去到前低188的点位，
大概率有支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几只股票。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对你有帮助啊，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加上小铃铛。如果你对某一只股票有疑问啊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进行预测。如果想要刚刚说的3重好礼，包括山海趋势图1周的体验权限，以及内部美股技术分析的课程和张老师的期权实战课程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0317。希望这些知识啊，能够帮你最大限度的抓住市场交易机会，轻松赚钱吃肉。Harry 的频道呢是一个重在分享与交流的平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频道下方点个赞，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